今天白天在外边太冷了，没有把这个话题讲完，然后实在是扛不住这个小风嗖嗖的吹，然后现在本来想今天下午去这个大学里边去续上这个视频，结果这个学校里边这个人特别多哈，这个上课时间人来人往的，然后这个声音也比较嘈杂。现在回到家里，然后简单的再聊一下这个，就是我们来加拿大这段时间，以及就是来之前的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以及准备的过程啊，包括当中遇到的问题啊，以及我们的一些简单的处理的心得和方式，然后跟这个小伙伴们分享一下，就算是我们记录下自己的生活的一个点滴的过程啊。就从这个我们入境开始说吧，就是其实我们入境之前的时候呢，就听说这个入境的过程非常麻烦。那实际我们入境的时候其实非常简单，我们是从我们的航班是从上海飞到这个温哥华，然后从温哥华入境的嘛。然后我们当时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也是出国第一次，就是先要到一个城市，然后再转去另一个城市，这么去折腾。之前出国的时候直飞的嘛，然后但是直飞加拿大的航班比较贵啊，而且从深圳出发比较麻烦，然后我们一般都是去中转嘛，然后我们从上海过来的话是飞这个温哥华的航班。然后我们后来就是问那个售票的，然后他们告诉我们说，你必须得这个在入境第一个城市去入关。然后后来我们又多方求证，发现这个事情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开始着手从这个温哥华入关。那温哥华入关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个最终还是要飞这个就是多伦多，然后再经过多伦多去转其他的城市，就是要折腾一顿嘛。然后因为就是这个中转的过程呢，我们要在第一个城市办入关的时候去换这个学签的大签啊，因为我老婆是学签嘛，然后我是陪她过来，然后我还有自己的工作嘛，可能我就不需要暂时去弄这个换签的过程啊，所以要陪她去换签。但换签这个过程理论上说比较简单，但是有说最近不是查的比较严，然后这个移民的力度收紧嘛，然后大家就是有说比较费劲的，然后我们也不确定要大概花多长时间，所以呢我们就准备了比较长的时间。那我们这个中转的航班呢，大概是在温哥华要中转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但是我们担心说你想从那个国际航班出来之后，然后你再去办 check in 之类的换签办这个相关的 SIN number 之类的这些东西就比较费劲可能1个小时来不及，对吧？然后我们后来就直接改签了航班，就是我们选这个从温哥华飞多伦多，然后我们在那个温哥华中转的过程中留出来了差不多8-9个小时，这个时间是非常充足的了嘛，对吧？然后我们就下了这个飞机之后就开始折腾这个过程。后来发现其实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简单当然这也可能是我们运气好，也可能是每个人的也有可能是幸存者偏差，这个不能代表就是现在的一个实际情况，反正我们遇到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从这个机场出来之后呢，我们就跟着这个路标指引因为温哥华是相对比较友好的，跟新加坡差不多，就是比较华人比较多，然后甚至在机场每一个路标都是有这个中文、法文和这个英语的所以就比较容易你就没有任何的丝毫的压力当然他们是可能繁体多一些，但是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路标一路指引，然后去取行李。取行李的话，大概这个时间不好说嘛。然后我们取行李大概花了15分钟、20分钟的样子。然后取完了之后呢，就去这个换签证。换签证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说这个过程比较繁复，但其实我们就换签证很简单的。然后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准备的比较充足，我们申请签证的相关材料，我们根据这个 RRCC 的一个官网上列的这些清单，然后我们都准备的很详尽了，并且我们相关的一些就是英语的一个问答，因为我老婆她这个英语口语稍微弱一些，然后她就准备了一些，然后大概跟 GPT 对练了一下，就是相关的问题也比较简单吧。然后去换签证，大概除了排队时间的话，算上排队时间，差不多也就15分钟的样子就顺利拿到了。我后来就问了一下我老婆，说好像进去之后看了材料直接给了，连问题都没问特别特别轻松就换下来了。然后我看我们这个后边进去的人也差不多很快就出来了，我们当天没有遇到任何的坎坷，然后导致我们留出来的时间过分的充足。然后我们这个换完签证之后去入关的时候我忘记就是先换签证还是先去过那个海关盘问了确实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我们这个过盘问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简单，然后因为准备了好长时间，然后相关的问题基本上准备了20-30个常见的问题，以及就是万一被关小黑屋了一些个问题的这个怎么去解释。然后我们这个入境的时候呢，准备了那么多问题，结果我们进来之后他只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 What's your purpose of this trip？
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 I'm here to accompany my wife and stay with her to celebrate the Chinese New Year and that's it， 然后就放我进来了，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的盘问。然后我们进来之后呢，我们整个通关流程加起来，就是从我们这个去提行李，然后过关，然后换签证，整个下来感觉花了30多分钟，40分钟不到啊就搞定了，很轻松，很惬意。然后导致我们在温哥华机场就滞留了很长时间。然后因为我们想出去，当天又下雨，然后我们没有带伞，然后来之前也做了攻略，说当地人都不太喜欢打伞，说这边的气候比较多变，然后打伞的话也不太方便，而且有风。有风的话，你打伞的话，就是那个伞很容易被吹翻嘛，他们就不太喜欢打伞。然后我们来了，经历了几场这个雨雪之后，发现当地人确实不喜欢打伞，然后也没出去，因为我们这个第二天一早的飞机，然后我们也没去找酒店。其实在这个温哥华机场过夜的人还挺多的，然后我们也看了一下，然后反正过夜的人挺多，在不同的区域，然后也有凳子，然后他们的还是比较友好的吧，它不像就国内那些凳子就是排的比较紧，他们其实是有一些凳子，就是3个那种凳子中间是空出来一个，也不是空出来一个，就是他把那个扶手去掉，然后其实你是可以平躺在那里就睡觉的。然后我看好多人躺在那里睡觉，然后我们也在那里猫了一下，然后因为晚上睡了几个小时，然后我跟我老婆就是这个你值班一段，我值班一段，就这么睡了，眯了一小会儿。我晚上睡眠比较轻，就基本上没睡着，但是也还好。最恶心的是在温哥华机场吃饭，哎呀，确实吃不惯他们的饭啊，只是又贵又难吃。然后我们也去查了一下，说这个温哥华机场有哪些好吃的。然后查了之后，我们自己去尝试了一下啊，感觉每个人的口味确实不太一样啊。那些个我都怀疑网上那些是刷的口碑啊，确实不怎么样。贵倒是真贵，好吃是根本谈不上。据说温哥华那个机场之外是确实有很多好吃的。因为天气的缘故，我们也没去吃啊，我们就不做评价了。但是机场的确实主要是100啊，这个东西非常主观啊，仅代表个人意见啊。然后从这个温哥华折腾出来之后呢，第二天一早我们就飞了多伦多，然后从多伦多出来之后呢，就又折腾了一顿。然后从多伦多出来之后呢，我们就饿得不行了，然后就说，这个要不就在飞机上呢有一个飞机餐，但是特别简单。然后那说落地之后又特别饿，然后说要不就等不及了，就在那个机场凑合一顿得了，然后再搏一搏这个多伦多机场这个伙食怎么样。然后结果没出机场，刚出来吧，算是在那个门口，然后就看到有那个711，然后我就说之前在这个其他国家，然后发现这711有那个炸鸡啊、汉堡啊什么这那的卤煮啊，在国内还有各种卤煮啊，你觉得要不搏一搏，感觉能难吃到哪里去，对吧？结果又栽了。然后这个我们在这个皮尔逊机场上出来之后，在711点了一些个鸡腿吧，炸鸡，然后和一点披萨啊，这是我平时吃过最难吃的鸡腿和披萨，极其难吃，特别咸。然后之前看有博主说这边的东西咸的特别狠，甜的也特别狠啊。然后我们确实感受到了。咸的就是属于没法吃那种，然后我们吃了几口就丢了啊。结果我们后边那个就是黑人呐，然后我看他们吃特别香，然后他看我们扔了之后一脸诧异，觉得这好败家，但确实扛不住啊，吃了几口就扔掉了。然后当时折腾过来，因为有时差嘛，折腾过来就下午了。下午然后我们再看就是出去机场之后怎么再折腾到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滑铁卢这边来。然后我们就又查了一下攻略啊，其实我们来之前就查好了，看好像是要坐大巴车嘛，下车之后大概还要走个1-2公里的样子，然后我们拖着2个巨大的行李箱啊，然后当时也刚下过雪不久，然后就在那个比较冷的环境下面，然后步行了老半天，后来终于找到 Airbnb 才安顿下来。这大概是我们就是入境加拿大第1天的一些个心路历程和感受吧。其实我们还有就很多的细节，有机会我们再录相关的视频跟大家去分享。